航空史上的一座丰碑，美苏冷战时期氪金暴力美学的巅峰之作。人类试图用物理学挑战上帝的铁证，一架让空气动力学专家感到头疼，让苏联防空部队看了想报警，让美国国会老爷们看了账单想跳楼的超级吞金兽。他就是被称为末日白天鹅、会飞的电钢炉、骑着激波冲浪的怪兽 XB-70 女武神。咱们如果不把这架飞机的故事讲清楚，你就无法理解那个年代的疯狂。故事的起点得回到20世纪50年代，那会儿的美国空军掌门人是个狠角色，叫柯蒂斯·李梅。这老哥大家应该熟，二战时候负责火攻东京的就是他。李梅将军的人生信条非常简单粗暴，没有什么是炸弹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再扔一颗大的。在他那套极其硬核的战略逻辑里，洲际导弹那是娘们才玩的东西，而真男人就该开着轰炸机飞到敌人头顶，把核弹扔下去，然后看着蘑菇云点根雪茄飞回来。但是现实很骨感，那时候苏联的防空技术突飞猛进，喷气式战斗机像下饺子一样服役，萨姆防空导弹看着就要把美军现役的 B-52 轰炸机变成空中活靶子。李梅一拍桌子，不行，我们需要更强的轰炸机。这架新飞机的指标被他定得极为变态，概括起来就是3个字：高、快、大，要飞到21000米以上，让苏联的战斗机够不着，要全程保持3马赫速度巡航，让苏联的导弹追不上，射程要足够远，能从美国本土起飞，把苏联炸一圈再飞回来。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？当时最快的战斗机也就勉强能飞到2马赫，而且那是开加力冲刺，撑死飞个几分钟油就干了。李梅要求的是一架几百吨重的轰炸机，全程像超跑一样飙车，这在物理学上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那是冷战，是只要钱到位，上帝也要干碎的氪金年代。于是北美航空公司接下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，代号 XB-70， 创下了航空史的奇迹。当这架被称为 XB-70 的原型机终于被拖出机库亮相时，全世界的航空专家下巴都掉到了地上。这玩意儿强悍到什么程度？首先就是它那让导弹吃尾气的恐怖速度。XB-70 最核心的数据就是3马赫，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数字，在海平面音速大概是1200公里每小时，3马赫就是接近3600公里每小时，约等于每秒钟飞1公里。一般的超音速飞机大部分时间是亚音速巡航，遇到事儿了才开加力冲刺一下，但 XB-70 不一样，它被设计成起飞后就爬升，然后把油门焊死，一路飙到3马赫，一直飞到把核弹扔完。为了实现这个速度，它装了整整6台通用电气研发的涡喷发动机，这6台怪兽一起咆哮，能产生超过80吨的推力。据说当 XB-70 全加力起飞时，那是真正的地动山摇，周围几公里内的汽车警报器能响成一片，隔壁村的狗都得吓得3天不敢叫。在这种速度下，当时的苏联战斗机根本没法拦截，米格19连灰都吃不上，米格21累死发动机也追不上。那时候苏联雷达兵最绝望的噩梦，大概就是屏幕上出现一个以3倍音速移动的光点，而自己手里的导弹最大速度才2.5马赫。这不仅仅是武器压制，这是赤裸裸的降维打击。当然，要想飞得快，光有推力还不行，还得解决升力和阻力的问题。这就引出了 XB-70 身上那个震古烁今的气动黑科技乘波飞行。当飞机以超音速飞行时，机头会把空气硬生生地撞开，产生剧烈的激波。对于普通飞机来说，激波是阻力的来源，是要想方设法避开的麻烦。但 XB-70 的设计师是个鬼才，他反其道而行之。既然激波躲不掉，那我们能不能骑上去？于是 XB-70 被设计成了一个巨大的三角翼，而且在机腹进气道下方精心设计了形状。当它飞到3马赫时，产生的激波会被困在机翼下方，形成一个高压区。这就好比你在水里开快艇，快艇是被水波拖起来的， XB-70 就是这样一架骑在爆炸波浪上的冲浪手。这种设计不仅抵消了机头的重量，还凭空增加了 30% 的升力。更绝的是它的可变翼尖，这架飞机的翼展很大，为了在超音速下保持稳定，它的2个巨大翼尖可以向下折叠。亚音速飞行时，机翼放平提供最大升力；超音速飞行时，机翼向下折叠25度，而当达到极速3马赫时，翼尖会向下折叠65度。这时候的 XB-70 看起来就像一只俯冲捕捉猎物的猛禽，又像是一个被折断翅膀的天使，充满了科幻的暴力美感。这不仅能让它抱住激波，还能增加垂直稳定性，省去了巨大的垂尾重量。但是物理学是公平的，飞到3马赫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：热。空气摩擦产生的热量
让机身表面达到300多摄氏度，局部甚至能到500度。普通的铝合金飞机在这个温度下早就变软甚至融化了，变成一坨飞行的铝水。怎么办？设计师把目光投向了不锈钢，但是不锈钢太重了呀，要是用实心钢板造飞机，这玩意儿估计连跑道都离不开。于是被逼疯了的美国工程师搞出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工艺——不锈钢蜂窝夹层结构。他们把不锈钢做成极薄的蜂窝状，两面再蒙上薄的像纸一样的不锈钢蒙皮，中间用铅焊工艺连接，这样既保证了强度，又耐高温，还足够轻。全机大部分结构都是这种昂贵的蜂窝钢，关键部位比如发动机舱则大量使用了钛合金。这种制造工艺有多难？在那个没有计算机辅助制造的年代，那简直是手工艺品的巅峰。稍微有一点焊接瑕疵，飞机在3马赫的高温高压下就会解体。据说 XB70 的造价换算下来，真的比同等重量的金子还要贵，所以美军内部戏称它为黄金飞行器。而且为了防止核弹爆炸的热辐射把飞机烤化，整架飞机被涂成了特殊的抗闪光白色。这就是为什么它看起来像一只优雅的大白鸟，但其实这是一只浑身披挂重甲，肚子里塞满核弹的末日使徒。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怪物，苏联人怕不怕？那是真怕。为了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，苏联人几乎是倾举国之力，搞出了另一代传奇米格25胡服。米格25的设计指标完全是针对 XB70 来的，不求机动性，不求续航，只要能飞到3马赫，把导弹射出去就行。可以说，没有 XB70 的逼迫，就没有米格25。这两架飞机就像是冷战这面镜子的两面，虽然从未在战场上交手，但却是命中注定的宿敌。然而，就在 XB70 的1号原型机刚刚下线，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，他的死刑判决书其实已经写好了，宣判人不是苏联，而是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·麦克纳马拉。麦克纳马拉是个搞数据出身的人肉计算机，他算了一笔账：首先，太贵了，造一架 XB70 的钱能造几十枚洲际导弹；其次，它过时了，苏联的萨姆5防空导弹系统已经问世，高空高速不再是绝对安全的护身符，未来的趋势是低空突防。最重要的是，民兵洲际导弹已经在发射井里待命了，这东西反应快，无法拦截，还便宜，在性价比面前，李梅将军的轰炸机情怀一文不值。1961年，肯尼迪总统宣布取消 XB70 的量产计划，本来打算造几百架组成的银色舰队，最后只批准造2架原型机，用来做科研，测试一下超音速飞行数据。一代天骄还没上战场就成了科研机，虽然不能当轰炸机用了，但 XB70 作为科研机依然是无敌的。NASA 接手了这2架飞机，用来为未来的超音速客机收集数据，特别是2号机，它改进了1号机的很多缺陷，飞得更快更稳，是当时人类航空技术的最高结晶。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，这起悲剧充满了讽刺意味，它不是死于故障，也不是死于战争，而是死于摆拍。时间来到1966年6月8日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通用电气公司搞了一次商业宣传活动。因为 XB70 用的发动机是机翼造的，他们想拍一张全家福宣传照，于是有一架装了机翼发动机的 F4， 一架 F5， 一架 T38， 一架 F104 战斗机，簇拥着巨大的 XB70， 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上空编队飞行。这本来是一次轻松的任务，大家飞得都很慢，而且还有著名的试飞员乔·沃克驾驶那架 F104。沃克是谁？那是飞过 X-15 火箭飞机的顶尖大神，技术绝对没得说。但问题就出在气动干扰上。XB70 那巨大的三角翼在翼尖处会产生强烈的翼尖涡流，当那架小巧的 F104 靠得太近时，看不见的气流像一只无形的大手，突然抓住了 F104 的水平尾翼，猛然地把它掀翻了过来。在摄影机的记录下，全世界目睹了这恐怖的一幕。F104 瞬间失控，翻滚着砸在了 XB70 巨大的机背上，切断了 XB70 的左侧垂尾，然后化作一团火球爆炸。乔沃克当场牺牲。XB70 这架庞然大物起初似乎还没反应过来，继续平稳飞行了几秒钟，但失去了垂尾的稳定作用，它开始不可逆转地进入螺旋，像一片巨大的白色枯叶，旋转地坠向莫哈维沙漠。XB70 上的主驾驶阿尔·怀特在千钧一发之际弹射逃生，虽然受了重伤，但捡回一条命。而副驾驶卡尔·克洛斯因为弹射座椅故障，不幸随即坠毁，壮烈牺牲。这架价值连城的2号机就这样变成了一堆废铁。这次事故不仅损失了顶尖的飞行员和飞机，也彻底终结了 XB70 项目的所有希望。2号机坠毁后，仅存的1号机因为本身就有液压系统和蒙皮撕裂的毛病，被限制了飞行速度，不再进行高强度试飞。1969年，这架唯一的幸存者完成了最后一次飞行，降落在俄亥俄州的赖特·帕特森空军基地，在这个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里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涯。
直到今天，你去那个博物馆还能看到这架巨大的白色战鸟，它静静地停在那里，周围是 B2 轰炸机、F2战斗机，但在体型修长、造型科幻的 XB70 面前，哪怕是 B2 都显得有些黯然失色。XB70 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？它验证了大型飞机长时间超音速巡航的可能性，它的数据直接造福了后来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，甚至对英法的协和式客机、苏联的图144都有借鉴意义。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影响，它的外形太完美了，以至于成了科幻作品的缪斯。如果你看过《超时空要塞》里面的 VF1 女武神变形战机，名字和设计灵感就是直接致敬 XB70。在很多游戏中，它也是终极轰炸机的代名词。XB70 女武神，它是一架从未投下一枚炸弹的轰炸机，它生于冷战的恐惧，成于人类的智慧，毁于时代的变迁和一次荒诞的意外。有人说它是美丽的白色大象，指它昂贵而无用，但在火力军看来，它更像是一座丰碑。它证明了人类为了追求极限，可以造出多么不可思议的机器。虽然它失败了，但它那昂首冲向3万米高空，在激波上冲浪的身姿，依然是航空史上最浪漫的一页。这就是女武神的故事，一曲由钢铁、钛合金和鲜血谱写的超音速挽歌。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火力军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让我们保持关注，保持愤怒，也保持思考。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对深度思考的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